一个没娘的野种，也配站在这正厅里碍眼？赶紧滚远点，别污了我的眼！爹，我不嫁，我死也不嫁那个瘸子，凭什么让我去守活寡？刘静书，长姐金贵不能去受委屈，你替她嫁过去，这是你该做的。父亲，我不嫁，求你了，我也是柳家的女儿啊！红烛高烧，摇曳的光影里，我攥着嫁衣的手心全是冷汗。门吱呀一声开了，沉重的脚步声伴随着哒哒的木棍触地声，一下下敲在我的心尖上。盖头被挑开的瞬间，我死死咬住下唇。面前的男人一身玄色喜服，右腿微曲，大半个身子的重量都压在那根深褐色的手杖上。传闻中杀伐果断的青州悍将陆成影，如今却是个连站立都勉强的跛子。他的声音极冷，没有任何起伏。柳云舒。听到长姐的名字，我心底涌起一阵难以遏制的悲凉。在柳家，长姐是高高在上的明珠，吃穿用度皆是顶好，而我这个庶女连件像样的冬衣都不配有，成日里还要像个丫鬟般伺候她。一个没娘的野种，也配站在这正厅里碍眼？赶紧滚远点，别污了我的眼！嫡母将我视为眼中钉，父亲更是视我为无物。爹，我不嫁，我死也不嫁那个瘸子，凭什么让我去守活寡？要嫁就让柳静琪去，她就是个没人疼没人管的，嫁过去也不亏。我的乖女儿别闹，爹怎么舍得让你去受那份苦？刘静书，长姐金贵不能去受委屈，你替她嫁过去，这是你该做的。父亲，我不嫁，求你了，我也是柳家的女儿啊！父亲便轻飘飘一句全当废物利用，把我像扔垃圾一样塞进了花轿。我是柳静书，长姐病了，我来替嫁。死一般的寂静，酒到竹花爆开了第3次。你若介意我这条废腿，明日便和离，陆家不占你这顶替之人的便宜，嫁妆原样奉还。和离，退回那个将我敲骨吸髓的柳家，回去继续被嫡母当作奴仆使唤，被长姐随意践踏尊严吗？我不嫌你腿瘸，你也别嫌我是顶替的，成吗？他拄着手杖转过身，向门外走去，只留下一句冰冷的话：既如此，西厢房归你，但柳静书别妄想做陆家的女主人。你们柳家欠我的这笔账才刚开始算。门砰的关上，我瘫坐在喜床上，浑身冰冷。柳家究竟欠了他什么？替嫁新娘，跛脚新郎，我的新婚之夜便是在西厢房独守空房中度过的。陆成影确实是个狠心的人，一连3日，他住书房，我住西厢，我们连同桌吃饭的次数都屈指可数。府里的下人虽然叫我夫人，但眼神里满是打量和轻视。我不在乎，只要能逃离柳家，这点冷遇算得了什么？夫人，今日是回门的日子，马车已备好。我以为陆成影不会陪我，他却换上了一身藏青色长服，拄着手杖站在了马车旁。回到柳家，迎接我的不是亲情，而是长姐柳云舒那张得意洋洋的脸。看着陆成影的腿，眼里满是毫不掩饰的嫌恶与怜悯。妹夫这腿怕是废得彻底了吧？静书啊，你这后半辈子可就得伺候一个废人了，真是委屈了你替我受这番苦。是啊，静书，委屈你了，云舒也是心疼你。偏心至此，哪怕我已嫁为人妇，在他们眼里依旧是个可以随意踩踏的垫脚石。我攥紧拳头，刚要反驳，我这腿确实残了，但护住我的妻子，不被旁人轻贱，却还做得到。岳父，既然静书已是我陆家人，以后就不劳柳家操心了。柳文远脸色一僵，临走时，嫡母身边的周嬷嬷将我拉到无人的角落。二小姐，别以为有陆残长撑腰你就飞上枝头了。夫人说了，陆家城西的旺铺，你想办法把地契弄来给大小姐添庄。若是不从，你生母当年是怎么病死的，你就不想知道真相吗？周嬷嬷的话像淬了毒的冰锥，狠狠扎进我的心窝。我生母叶棠原本是个秀娘，生我时落了病根，后来得了肺痨，在后院那个漏风的破屋里凄惨咽气。嫡母曾说，你娘是用药太贵，家里供不起，也只能这样了。这背后分明藏着不可告人的烟杂事。我浑浑噩噩地回到陆府，接连几日，青州下起了大雪，气温骤降。清晨，我推开窗，看见陆成影正在院子里扫雪，他扫得很吃力，右腿微微发颤，却执拗地拒绝了下人的帮忙。我咬了咬牙，拿了把扫帚走出去，默默地跟在他身边清扫。我们一左一右，谁也没说话，却在这漫天风雪中生出了一丝相依为命的错觉。你今日心神不宁，刘家为难你了？没有，只是天冷，想起我娘当年也是在一个冬日。进屋，别冻死在院子里。夫人，参将吩咐的，给您端来一碗姜汤，暖暖身子。我捧着滚烫的碗，眼眶微酸。在柳家18年，从未有人在意过我是冷是热。
夫人，刘府派人送来了一封信，说是嫡母吩咐的。还没等我把姜汤喝完，柳家又来人了。这次是嫡母亲自差人送来的信，信里没有半句关切，全是催促。陆成隐官职难保，陆家即将败落，给你3日时间，无论你是爬床还是偷盗，必须拿到铺面地契，否则你娘的坟头明日就会被夷为平地。一转头，却对上了陆成隐冰冷的视线。你在看什么？没什么。柳家送了些寻常问候。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目光掠过我的袖口，没有拆穿。除夕夜，军中有几位旧友来访，你准备一下。除夕那晚，陆府前厅难得有了几分人气，几位青州军的同僚围坐在一起，酒过3巡，话语便放肆起来。陆兄，你这腿废了，开春兵部巡查，你这参将的位置怕是保不住了。为救个小兵废了前程，不值当啊！陆成隐端着酒杯，面无表情，仿佛被嘲笑的人不是他。没了便没了，总归饿不死。我端着热菜上前，听着这些冷嘲热讽，心里莫名腾起一股怒火。我正欲开口，门房却突然领着一个丫鬟闯了进来。夫人参将，刘府派人来了，说是大小姐的贴身丫鬟。二小姐，大小姐马上就要出阁了，听说陆家有一批老将军留下的古董兵器，大小姐看上了，让您这就打包送去柳家做添装。当着陆成隐旧部的面，上门索要夫家的祖产去给娘家姐姐添装，这是把陆成隐的脸往逆里踩。我怒极反笑，几步走上前。你算个什么东西，敢来陆家撒野？滚回去告诉柳云城，陆家的东西他一分也别想沾。兵部特使到，陆成勇接旨。圣旨下，陆成隐旧伤缠身，不堪重任，即日起撤夺参将之职，卸甲归田，钦此。那几个同僚见风使舵，匆匆散去。我转头看向陆成隐，他没有愤怒，只是紧紧握着那根手杖，骨节因为用力而泛白。那把属于他的旧剑孤零零地悬挂在墙上，仿佛成了天大的笑话。参将，我不知该如何安慰你。后悔了吗？没了一个废物的庇护，柳家会把你啃得骨头渣都不剩。不后悔，我不怕过清苦日子，只要无人轻贱，有饭吃，有屋住便足够。接下来的日子，陆成隐彻底将自己关在了书房。我发现他总是在深夜会见一个叫秦霄的年轻百户，两人秘密传递着一些泛黄的书信。直觉告诉我，他在查一件极危险的事。直到那日傍晚，我端着晚膳走向书房，隔着虚掩的门缝，听到了秦霄刻意压低的声音：“将军，查清楚了，当年柳家从百草堂抓的雪山胶根本不够治肺痨，叶堂夫人服用的方子被人换成了普通的川贝粉。”门被猛地拉开，陆成隐逆着光站在门口，眼神如深渊般凝视着我。他没有责怪我的失态，而是缓缓转身，从抽屉暗格里取出一块带着点点红青的海棠玉佩，递到我面前。柳静书，这是你生母的遗物，你想知道当年是谁拿着它亲手断了你娘的生路吗？我死死盯着那块白玉海棠，玉质温润，花瓣边缘那点天然的红沁，像极了一滴干涸的血泪。这玉怎么会在你这里？嫡母分明说过，这块玉已随我娘下葬了。秦霄从继仁堂前任掌柜儿子手里买回来的。当年有人拿着这块你娘从不离身的信物找到掌柜，换走了救命的雪蝉胶，换成了只能止咳的川贝粉。我想你应该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难怪我娘咳得撕心裂肺，咳出一滩滩鲜血，却始终不见好转。原来不是药石无医，而是有人蓄意谋杀。是谁干的？你娘死后，她的嫁妆去了哪里？嫁妆？我娘是个绣娘，但当年柳家下聘的银子还有几样金器都在嫡母手里。嫡母说冲入宫中补贴家用。补贴家用？你娘死后不到半年，柳家换了全套花梨木家具，你长姐柳云舒添了3套镶宝金头面，柳家那年的开销平白多出300两。真相如同一把生锈的钝刀，狠狠割开我的心脏。嫡母不仅害死了我娘，还在吸我娘的血，拿我娘的命去填柳云舒的荣华富贵。如果真是他，你敢去寻真相吗？你娘生前绣的最后一幅松鹤延年就在柳家祠堂，那里面藏着她留下的最后线索。备车，去柳家。
柳家的后门常年虚掩，是下人们偷溜的通道。我们在秦霄的掩护下，像幽灵一般摸到了前院东侧的祠堂。夜风呜咽，祠堂里透出昏黄的烛光。透过门缝，我看到了此生难忘的一幕。我那位高高在上、素来端庄的嫡母，她手里赫然举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剪刀，正发疯般的朝着秀屏角落那从不起眼的秋海棠刺去。住手！你们怎么进来的？擅闯私宅，我要报官！报官！深更半夜，柳夫人手持利刃毁坏王妾遗物，是想掩盖8年前的杀人罪证吗？他猛地将那块海棠玉佩举到嫡母眼前。夫人，这块玉你可认得？继仁堂的少东家可是记得清清楚楚。8年前，就是一位气度不凡的官家夫人拿着它去换了叶棠的催命符。不是我没有，我没有。证据确凿，你还敢抵赖？你用我娘的命换来的金头面，柳玉涵带着就不怕半夜鬼撞门吗？是我干的，可我也是被逼的，是老爷让我去的。他说叶棠是个无底洞，不如把要钱省下来给云舒攒嫁妆。我如遭雷击，父亲，那个高高在上的父亲，竟然是杀妻的元凶。柳文远铁青着脸站在门外，但他看都没看瘫在地上的嫡母一眼，而是死死盯着陆成影手里的玉佩。那块玉怎么会在你手里？你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叶棠不是普通绣娘，她出身江南刺绣世家，懂的是失传的引文绣。当年陆老将军奉命按押机密回京，路线图绝密。为了防范走漏风声，他找到了叶棠，把路线图用引文绣藏进了这幅松鹤延年里。事成之后，陆老将军的政敌顺藤摸瓜查到了青州，静入，爹是没办法呀。如果叶棠不死，那些人就会把柳家……荒谬，简直荒谬至极！为了你的乌纱帽，为了你所谓的满门，你就默许嫡母调包药方，眼睁睁看着我娘在病榻上咳血而死。算什么男人？你算什么父亲？陆老将军知道后，给了柳家一大笔封口费，对吗？真相大白，母亲的死是权力倾轧的牺牲品，是父亲懦弱的垫脚石，而我替嫁的这段婚姻，竟是陆老将军死前的补偿与愧疚。2个选择：第一，我拿着这些证据去敲登文谷，把当年尹文秀的秘密和换药的谋杀全抖出去，让柳家给你陪葬。第二呢？第二，让柳文远在叶棠陵前磕头谢罪，以正补之礼迁入宗祠，而柳静茹自此与柳家恩断义绝。一边是拉着仇人同归于尽，一边是彻底斩断这恶心的血缘，我该怎么选？我看着瘫软在地的嫡母，看着瞬间老了10岁的父亲，同归于尽，毁掉柳家，让我也背上高发生父的骂名，真的是我娘想要的吗？我娘拼死留下玉佩和绣屏，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不让真相被永远掩埋在肮脏的后宅里。父亲，这是我最后一次这么叫你，就在这里给我娘磕头，3日内以正式之礼将我娘的牌位请进祠堂，与嫡母平起平坐。从今往后，我柳静书与柳家，桥归桥，路归路，生死荣辱，再无瓜葛。走出柳家的那扇偏门时，夜风如刀，我却觉得前所未有的畅快。18年的枷锁，终于在这一刻彻底粉碎。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我这辈子都会被蒙在鼓里。你是我妻子。他只答了这5个字，却掷地有声。心口最坚硬的冰层悄然裂开了一道缝。回到陆府后，日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们不再是住在同一屋檐下的陌生人。他会默许我把书房那盆半死不活的文竹换成清脆的菖蒲，我也摸清了他阴雨天腿疼的规律，总会提前备好热敷的药包。我用娘亲留下的丝线和绣样册，亲手绣了一个深青色的剑囊，角落里藏着一朵不起眼的红海棠，配他那把旧剑。当他接过剑囊，手指抹擦过那朵海棠时，那双古井无波的眼里第一次泛起了春水般的涟漪。城外的落霞山杜鹃开了，明日可愿陪我一起去看看？落霞山不算陡峭，但对于拄着手杖的陆成影来说，依然是一场艰难的跋涉。我刻意放慢脚步，与他并肩而行。春光烂漫，山道两旁的杜鹃如火如荼。我们没有说话，只有手杖点地的哒哒声和山间的鸟鸣交织在一起，却有一种奇异的宁静。行至半山腰的巨石旁，我们坐下歇息。他看着远方开阔的青州城廓，忽然开口：我的腿或许这辈子都好不了了，给不了你荣华富贵，
甚至连像正常夫妻那样携手同游都费力。这样的清苦日子，你真的愿意一直过下去吗？这不是试探，而是一个男人将自己最脆弱、最不堪的软肋毫无保留地剖开在我面前。我不嫌你腿瘸，你也从未嫌弃我是个微贱的庶女，荣华富贵我不稀罕，清冷平淡我也甘之如饴。既然是夫妻，这路我们就一起走。风停了，他深深地看着我，冷硬的线条彻底柔和下来，伸手拂去我肩头的一片落花。好，一个字，重若千钧。那是我们在落霞山顶许下的无声誓言。下山后，我们的生活彻底交融。我把绣绷搬进了他的书房，他在案前看兵书，我在窗下绣花样。秦霄也常来串门，那声嫂子叫得震天响。我们甚至盘算了卖掉城里亏本的铺子，去乡下买个带池塘的小庄子，种种海棠，度过余生。直到初夏的一个傍晚，门房送来一封没有署名的密信。陆成影看完信，脸色骤变。我凑过去一看，信上写着：北疆新设讲武堂，需教习实战之将领，若愿往之，须位以待。北疆，那个天寒地冻，曾经毁了他一条腿的战场，刚刚安稳下来的生活，瞬间被这封信彻底撕裂。北疆孤寒，你真要跟我去受苦？陆成影捏着那封密信，手指泛白，深邃的眼底压抑着深深的克制。我没有丝毫犹豫，一把反握住他粗糙的大手。陆成影，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只要有你在，哪里都是家。他眼眶微热，反手将我紧紧扣在掌心。我们连夜变卖了铺子，收拾行囊，准备启程。就在登车那天清晨，地府大门被人狂暴地砸开，是长姐柳云舒。她头发凌乱，满脸怨毒地冲进来。原来嫡母在祠堂认罪的事到底没瞒住，知州府嫌弃柳家名声扫地，竟然强行退了婚。她的豪门梦碎了。她死死盯着我们的行囊，眼中满是贪婪与疯狂。柳静书，你把我娘逼上绝路，害我被退婚，现在想拍拍屁股走人，做梦！陆成影是个废人，去了北疆也是死，把陆家这些家产全都给我留下做补偿。柳云舒猛地从袖中掏出一把匕首，狠狠抵在自己脖子上，凄厉尖叫，否则我就死在陆家门口，让全天下看看你这个残废是怎么逼死嫡亲大姨子的。面对柳云舒的撒泼，我冷笑出声，要死便死，陆家门口宽敞得很，保准让你死个痛快。柳云舒瞬间僵住，显然没料到昔日任她欺凌的庶妹敢如此强硬。陆成影拄着手杖上前，声音如万年寒冰。秦霄，报官，就说有人持刀擅闯民宅，若他死在这里，直接扔进乱葬岗，别脏了陆家的地方。柳云舒吓得匕首脱手，瘫软在地，绝望痛哭。我们再没多看他一眼，径直登车。车轮滚滚，将柳家那些令人作呕的肮脏彻底抛在身后。前往北疆的路途异常艰险，风沙漫天，陆成影的残腿在阴冷中疼得剧烈发颤。我整夜不合眼，用热帕子为他敷腿，心疼得直掉眼泪。他却强忍痛苦，替我擦去泪水。静竹，别哭，有你在，我不疼。就在马车即将驶出峡谷时，突然一阵剧烈摇晃，拉车的马发出一声惨嘶，轰然倒地。嗖嗖嗖，无数泛着蓝光的毒箭破空而来，瞬间将车厢扎成了刺猬。有埋伏，保护将军！浓烈的血腥味瞬间在风沙中弥漫开来。低头！陆成影猛地将我扑倒，毒箭擦着头皮钉入车板。这绝非普通山匪，来人进退有度，用的是军用连弩，是冲着当年尹文秀路线图来的。陆成影眼神骤冷，身上那股沙场悍将的杀气瞬间爆发。他推开残破的车门，借着掩护，冷静指挥秦霄结阵反击。攻左翼，破他们的弩阵。刺客眼见久攻不下，一名黑衣人趁乱绕到马车侧面，举起泛着幽光的毒刃，狠狠刺向陆成影。成影！我目眦欲裂，千钧一发之际，我抓起袖中凤衣用的粗长袖针，风雷一般扑过去，狠狠扎向刺客。刺客惨叫倒地，但刀锋仍划破了陆成影的裤腿。我急忙扑过去查看，却在撕裂的布料下看到了他小腿上一个极其诡异的黑色刺青。那刺青的纹路竟然和我娘留下的尹文秀一模一样。我死死盯着那个刺青，脑中轰鸣。陆成影迅速扯下衣摆遮住小腿，眼神闪过一丝极难察觉的躲闪。危机暂退，他没时间解释，我们带着满腹疑团抵达了北疆讲武堂。这里的风如刀割。接见我们的赵思业上下打量着陆成影的手杖。陆参将，讲武堂要的是能上马杀敌的教头，你一个连站都站不稳的残废，凭什么教导将士？周围的教官哄堂大笑，我气得发抖，正要上前理论，陆成影却伸手拦住了我。他神色平静地走上前，单手从兵器架上抽出一柄木剑，直指赵思业。凭我这残躯，依然能杀你。赵思业勃然大怒，拔出钢刀狠狠劈来。陆成影半步未退，右腿死死定在原地，只听啪的一声脆响，木剑如毒蛇出洞，精准击中赵思业手腕死穴。大刀当啷落地，剑尖已稳稳抵住他的咽喉。全场死寂，赵思业脸色惨白。立威虽成，可当晚熟睡中的我却被一阵刺鼻的烟味呛醒。窗外火光冲天，有人在我们的营房外泼满了火油。
结果了！火势借着北疆的狂风，瞬间吞噬了木质营房。陆成影猛地翻身下床，一把将我死死护在怀里，朝门外冲去。一根燃烧的粗大横梁当头砸下，他毫不犹豫将我用力推开，自己的后背却被滚烫的火梁狠狠砸中，发出一声极其痛苦的闷哼。我疯了般扑过去，拼死推开残木。程营房外，秦萧乙带人将一个满身黑灰的纵火犯死死按在地上，竟是白天那个赵思业的亲信。陆成影后背血肉模糊，却如煞神般走过去，用手杖挑起那人的下巴。谁指使你的？那人死死盯着陆成影受伤的小腿，突然发出癫狂的狞笑，猛地咬破了牙槽里的毒囊。柳静书，你以为柳文远是你亲爹？天真！你拼死护着的陆家人，才是窃取你真实身份的贼！说罢，气绝身亡。我如坠冰窟，浑身血液倒流，僵硬的转头看向陆成影。我死死盯着地上那具焦黑的尸体，脑子里反复回荡着他临死前那句恶毒的诅咒。我不是柳文远的亲生女儿。别听他胡说，静书，看着我。他说的是真的吗？那个图案和我娘留下的尹文秀一模一样，你到底瞒了我什么？火光映照着他苍白的脸，他长叹一声，眼神里满是痛苦与挣扎。原本想瞒你一辈子，你娘叶棠确实不是柳文远的妾室，她是前朝忠烈镇国大将军的遗孤。当年你外祖父蒙冤满门抄斩，你娘带着身孕逃出京城，隐姓埋名嫁入柳家，只为了保住你的命。所以柳文远根本不是我爹，他只是贪图我娘带来的财物，甚至是为了在危急关头拿我们母女当替父养。那我娘为什么要把路线图刺在你腿上？因为这不是普通的刺青，当年我中了政敌的奇毒，是你娘用尹文秀的针法将毒素逼入小腿，封印成了这幅路线图。我这引以为傲的腿，是为了保住你家的秘密，硬生生废掉。就在这时，营地外突然传来一阵尖锐的破空声，一支穿云箭直插云霄。将军，京城来人了！穿云箭炸响，将北疆的夜空撕裂。我看着陆成影那条伤痕累累的腿，眼泪终于决堤。原来他这般清冷孤傲的战神，为了护住我娘用命保下的秘密，为了救我的命，硬生生忍受了这么多年的屈辱和残疾。你为什么要替我们背负这些？因为我爹曾立誓护你娘周全，更因为你是我陆成隐明媒正娶的妻子，我不护你，护谁？没等我们温存，秦萧神色慌张地冲了进来。将军，京城派了巡使来彻查讲武堂，带队的是兵部侍郎严嵩之，当年就是他构陷了老将军和你娘一家。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天亮时分，严嵩之带着大批禁军趾高气扬地踏入讲武堂。哎呦，陆参长，这北疆风大，别把你这把残骨头吹散了。本官这次来，可是奉旨彻查当年遗失的绝密兵力布防图。严嵩之的目光像毒蛇一样落在我身上，突然笑了。这位就是柳家那位替家的二小姐吧？长得倒有几分像当年的乱党叶棠。来人，把这女人给我拿下，严加拷问。几把明晃晃的钢刀瞬间出鞘，直直架在了我的脖子上。钢刀冰冷的触感激起我一身冷汗，但我死死咬住嘴唇，挺直腰板，一声没吭。谁敢动他？他周身爆发出的恐怖杀气，硬生生逼得那几个禁军倒退数步。严嵩之脸色微变。陆成影，你敢抗旨？只要本官一声令下，讲武亭上下片甲不留，除非你交出布防图。哼，图不在我这儿。好，本官给你3天时间，3天后交不出图，我就用你夫人的血来祭旗。哼！严嵩之得意洋洋地甩袖离去，营房内气氛压抑到了极点。秦萧提议护送我们突围，被陆成影果断否决。突围就是坐实了谋反，正中他下怀。陆成影看着我，眼中满是不忍。我握住他的手，脑海中突然闪过我娘留下的那本绣样册，一个绝地反击的计划在心底成型。程言，图可以交给他。我走到母亲的遗物前，拿出那几样特殊的丝线和药水，深吸一口气。尹文秀之所以绝密，是因为他能造假。给我3天时间，我要给严嵩之一张催命的网。
可是当我熬红了眼，刚把假图绣完一半时，窗外突然闪过一道黑影，紧接着一柄飞刀直接钉在了我的袖崩上。飞刀上淬着剧毒，离我的手指只有寸许，是严嵩之派来的暗探。他根本不打算等3天，他要提前动手。陆成影身形如电，撞碎窗子追了出去。很快，外面传来兵刃相接的闷哼声。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双手翻飞，用母亲传下的秘法，将假布防图的最后几针完美收尾。这幅图表面上看是极其精密的北疆防线，但如果用特殊药水显影，里面的绝密关隘全是指向死地的陷阱。第3天清晨，严嵩之带着禁军包围了我们的营房。陆成影，交图或者交命！我坦然走出。这就是你要的引文图。严嵩之如获至宝，立刻让人端来显影药水浸泡。看着浮现出的精妙地图，好，果然在你们手里。可以放我们走了吧？放你们走。今天你们谁也别想活着走出北疆。漫天箭雨瞬间朝我们射来，陆成影一把将我按倒在地。而就在这时，讲武堂的后山突然爆发出震天动地的冲锋号角，杀！震天的喊杀声从四面八方涌来，讲武堂的学员们在秦霄的带领下，如同猛虎下山般将他们反包围。陆成影，你们敢造反！造反的是你！圣上早察觉你暗通敌国，派本将潜伏讲武台，就是为了引你这条毒蛇出洞。你手里紧紧攥着的那份假图，就是你通敌的铁证。就算死，我也要拉你垫背！他右腿微屈，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以不可思议的角度避开剑锋，单手死死捏住了严嵩之的咽喉。咔嚓！不可一世的兵部侍郎瞬间断了气，像一块破布般被扔在地上。战斗平息，全军欢呼。陆成影回过头，朝我露出了一个如释重负的笑容。可下一秒，他猛地喷出一大口黑血，整个人轰然倒塌在我面前。成影！那封印了8年的奇毒，因为刚才强行运功，彻底爆发了。夫人，将军腿上的奇毒原本被某种绝妙的针法封死，如今他强行运功破了封印，毒气攻心，怕是熬不过今晚了。不可能，他答应过要陪我白头đến老的。我胡乱翻找着随身携带的行李，突然我的目光落在了母亲留下的那本绣样册上。引文绣的最后一页，除了阵法图，还密密麻麻记录了一行小字：冰山雪莲配以极品雪蝉胶，可解万毒。雪蝉胶，当年柳家换掉的那味药，不仅能治肺痨，更是解这奇毒的药引。雪柴胶北疆黑市就有，可这冰山雪莲只生长在讲武堂后方那座连飞鸟都难以逾越的雪谷峰上，悬崖峭壁，采之者九死一生啊！我去，秦霄，你守好它，天亮之前，我一定把雪莲带回来。雪谷峰上狂风呼啸，温度低的能将血液冻结。我咬着牙，食指在锋利的岩石上磨得鲜血淋漓。咔嚓！冰层碎裂的瞬间，我猛地向前扑去，一把将那朵救命的冰山雪莲连根拔起，死死护在胸口。下一秒，我整个人直接坠入万丈深渊，失重感裹挟着刺骨的风雪。陆成影，对不起，我可能回不去了。我被悬崖半腰的一棵歪脖子松树死死卡住，顺着藤蔓一步步爬下深渊，慌乱地摸向胸口。雪莲还在，花瓣完好无损。当秦霄在雪山脚下找到我时，我浑身是血，成了一个雪人，手里却死死攥着那朵散发着幽香的雪莲，便彻底失去了意识。梦，我仿佛又回到了新婚那一夜，红烛摇曳，他用那双深邃的眼眸看着我。你可曾介意我是个残废？我不介意。请说，醒醒。成影，夫人莫慌，那雪莲加上雪蝉胶，药效报道，将军的命保住了。我喜极而泣，瘫坐在床沿。接下来的半个月，我寸步不离地守在他床前。北疆的春风终于吹化了坚冰，而我也等来了我的春天。那天午后，阳光穿透云层，洒在营房里。他长长的睫毛微颤，缓缓睁开了那双如星辰般深邃的眼睛。看到我满身缠着绷带的狼狈模样，他眼底闪过一丝浓重的心疼。刘静书，你不要命了吗？我说过，你在哪儿
家就在哪儿。你若死了，我上哪儿去找家？他眼眶微湿，紧紧将我搂进怀里。更让我们惊喜的是，奇毒拔除后，他原本堵塞的腿部经脉竟然奇迹般的疏通了。虽然不能像常人那样健步如飞，但扔掉手杖，正常行走已不再是奢望。就在我们满怀期待的规划未来时，京城800里加急的圣旨送达了讲武堂。老皇帝驾崩，新帝登基，第一道圣旨竟是为我外祖父平反，并封陆成颖为镇国大将军，令我们即刻进京受赏。看着那明黄色的圣旨，陆成颖的眉头却深深皱了起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陆成颖隐忍负重，揭发严党有功，赐封镇国大将军，前朝忠烈叶氏一门，沉冤得雪，赐叶唐一品诰命，钦此。我娘在天之灵终于可以安息，外祖父一家的冤屈终于洗刷，作恶多端的严党被新帝连根拔起，这世间终究还是有公理在。这泼天的富贵，将军和夫人可要接好了。臣叩谢天恩，但臣身体抱恙，不堪大任。更何况臣与妻子早有盟约，此生只愿做一对寻常夫妻，耕读传家。这镇国大将军的印绶，请公公代为高还陛下。将军，这可是无上荣光啊！您真要放弃？曾经在乎过，如今我有了更想守护的东西。我们拒绝了高官厚禄，将讲武堂交托给秦霄，带着简单的行囊，坐上了返回青州的马车。车轮滚滚，春风拂面，我靠在他宽阔的肩膀上，问他：放弃了将军之位，真的不后悔吗？他轻笑一声，从怀里掏出了一张泛黄的地契。这是青州城外清水镇那座田庄的地契，我答应过你的，要在水塘边种满荷花，再给你辟一个海棠园。3年后，清水镇的田庄里春光正好，水塘里的荷花冒出了尖尖的角，院子里的海棠开得如火如荼。陆成颖早已扔掉了那根沉重的手杖，虽然走路依然有些微跛，但这并不妨碍他抱着我们刚满周岁的女儿，在院子里教她认字。爹爹，海棠。对，这是海棠，你外祖母最喜欢的花。我坐在窗下的美人榻上，一边做着针线，一边看着他们父女俩在阳光下的剪影，心中是从未有过的安宁与满足。曾经的算计、阴谋、生死一线，都如过眼云烟般消散在了岁月的长河里。我不嫌他残疾，他一懂我的委屈，我们在最黑暗的谷底相遇，却在彼此的救赎中走向了光明。青叔，有你在，处处皆是风景。我靠在他温热的胸膛上，笑了。就在我们以为余生皆是安宁时，田庄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一队身披重甲的京城禁卫将田庄团团包围。公公，他是个冒牌货，我身边的这个才是叶唐真正的亲生女儿。皇上已下达命令，将江南叶氏100年家产批还，而刘文元竟敢指责陆妻混血，咱家今日便是奉旨前来调查。我犹如听到了天大的笑话。柳文远为了谋夺叶家那富可敌国的家产，竟然又出毒计。他一把扯下身边女子的面纱，那女子生得楚楚可怜，眉眼间竟真的与我母亲叶唐有6-7分神似。当年叶唐生产，稳婆是我安排的，静淑其实是通房丫头生的贱种，我身边这位婉儿才是叶家真正的血脉，她身上有叶家祖传的海棠胎记为证。婉儿怯生生地挽起袖子，雪白的手臂上赫然是一朵栩栩如生的红海棠胎记。周围的禁军发出一阵窃窃私语。凭一个胎记就想颠倒黑白，柳文远，当年你在祠堂磕头认罪，如今又来作妖，真当陆某的剑不利了吗？将军息怒，事关江南首富的继承权，咱家也得按规矩办事。我冷冷地看着柳文远，心底的温情彻底被冰封。既然你说我是假的，那敢不敢滴血验亲？验就验，只怕待会儿结果出来，你这将军夫人的位置就得乖乖让给婉儿了。清水中2滴血缓缓落下，竟然真的互不相容。我浑身一震，如坠冰窟。怎么会这样？2滴血泾渭分明，毫无融合的迹象，那是最直白的证明。看到了吧，你这个冒牌货！来人啊，把这个鸠占鹊巢的毒妇抓起来！婉儿才是名正言顺的叶家传人，是陆家该娶的妻子。陆将军，婉儿不怪姐姐，只要能认祖归宗，婉儿什么都愿意伺候将军。慢着！剑锋直指那碗清水，这水里加了清油。他用剑尖挑起一滴水珠，水珠在阳光下泛着不正常的浑浊。太医院早有明文，滴血验亲之法，若加白珉，非亲生亦可相辱；若加清油，至亲亦不相辱。这碗水被人动了手脚。来人，再打来一碗干净的井水。柳文远的额头上瞬间渗出冷汗，强作镇定。第2次验血，我毫不犹豫地割破手指，婉儿却死活不肯伸手，被禁军强行按住刺破。2滴血落入水中，瞬间融为一体。怎么回事？难道他真的是？哈哈哈哈！血融了，他就是叶家骨肉。我却死死盯着婉儿的手臂，一把掐住了她的手腕。静淑，别碰她！
可我已经闻到了一股极其刺鼻的异香。婉儿手臂上的海棠胎记，竟然在我的剧烈揉搓下，渐渐褪色了。你干什么？我冷笑着举起沾满红色染料的手指，好一个海棠胎记，用西域的朱颜草画上去的吧，沾水不掉，唯独怕烈酒揉搓。柳文远，你这造假的手段未免也太拙劣了。太监上前一看，那胎记果然已经被蹭花，露出了底下原本的肌肤。欺君之罪，来人，将这等刁民拿下！禁军一拥而上，将柳文远和婉儿死死按在地上。不，我是真的，血都融了，怎么可能有假？血能融，是因为你提前给他喂了能改变血液性条的药物。柳文远，你为了图谋叶家家产，连这种江湖下三滥的手段都用上，真让我觉得恶心。就在禁军准备将他们拖走时，婉儿突然剧烈的挣扎起来。我看着她的脸，瞳孔猛地一缩。这张脸虽然动过刀子，眉眼被刻意修饰成了我娘的样子，但那熟悉的下颌骨和眼神中藏不住的怨毒，让我瞬间认出了她。柳云舒被知州退婚，消失了3年的长姐，竟然削骨整容成了我娘的模样，回来争夺家产。柳云舒见身份败露，歇斯底里的尖叫起来：贱人，我不会放过你！他不甘心在泥潭里挣扎，找江湖郎中削骨刮脸，拖下去，按欺君大罪论处。陆成影，我才是嫡女，他柳静书不过是个庶出的家伙，凭什么能得到你这般死心塌地？柳云舒被拖走时，依然在不甘的嘶吼。太监擦了擦冷汗，恭敬地将叶家家产的御赐地契和账册交到我手中。陆夫人，真相大白，这江南叶氏的基业物归原主了。我握着那厚厚的账册，心里五味杂陈。这笔惊天财富，是我娘用一生的悲剧换来。柳文远和柳云舒最终被判了流放极寒之地，永不翻身。柳家的那笔烂账终于彻底清算。本以为一切尘埃落定，可第二天清晨，我们却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那是一位身穿华丽蟒袍的年轻王爷，他看着我，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陆夫人，这叶家的泼天富贵你拿得稳，但叶棠当年留下的另一半尹文秀绝密，你也该交出来了吧？什么另一半尹文秀？我猛地站直身体，警惕地看着眼前当朝的三皇子靖王。王爷说笑了，从未听说过什么另一半绝密。陆成影，明人不说暗话，当年陆老将军押送的路线图，只是用来调出严党的诱饵。叶棠真正用尹文秀藏起来的，是前朝皇室留下的一批惊天宝藏的位置。如今叶家家产回归，那宝藏的线索必然也在这其中。我心头大震，母亲的死不仅仅是因为权力倾轧，更是因为这批宝藏。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陆夫人，本王今天能心平气和地站在这里，是看在镇国大将军的面子上。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宝藏你们吞不下。如果我说不呢？不。靖王冷笑一声，击了击掌。数百名王府精锐弓弩手瞬间现身，冰冷的箭簇齐刷刷对准了院子里的每一个人。一炷香的时间，交出尹文秀，本王留你们全尸，否则这田庄上下鸡犬不留。靖王的弓弩手一次待发，冰冷的箭簇闪烁着死亡的寒光。看着被钢刀架在脖子上的秦霄，我强迫自己冷静。宝藏，这分明是靖王为了夺嫡敛财故意捏造的借口。王爷想要尹文秀，可以。所谓的绝密就藏在这本册子里，但必须配合我叶家独传的药水才能显影。放了秦霄，我立刻把东西给你。靖王半信半疑，冷哼一声，挥手让暗卫压着秦霄上前交换。就在他伸手来接册子的瞬间，陆成影动了，他猛地一脚踢飞暗卫的刀，顺势将秦霄扯回了安全地带。敬酒不吃吃罚酒，给我放箭！漫天箭雨如蝗虫般倾泻而下，陆成影将我死死护在身上。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田庄外的地平线上突然扬起漫天黄沙，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马蹄声，一面绣着五爪金龙的明宝大旗破空而来。圣驾到！尖锐的呼传声刺破长空，吓得那些弓弩手纷纷扔下武器。靖王脸色瞬间煞白，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浑身抖若筛糠。一辆由8匹纯白骏马拉着的金顶马车缓缓驶来，车帘掀开，走出的竟是微服私访的新帝。老三，你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宝藏传闻，竟敢私自调兵围剿镇国功臣，好大的胆子！原来陆成影当日交还大将军印绶时，便已察觉京中有人暗中盯上了叶家产业，他早与新帝设下了这招引蛇出洞之计。靖王面如死灰，被御林军当场褫夺蟒袍，押解回京。不可一世的皇子瞬间成了阶下囚。
危机解除，辛蒂却并未立刻离开，他平退左右，目光幽深地看向我。陆夫人，老三虽然利欲熏心，但前朝宝藏之事也并非空穴来风。朕今日保你一命，你叶家是不是也该给朕一个交代？我心头骤然发紧。所谓伴君如伴虎，这天下最大的主宰，竟然也对那莫须有的宝藏动了贪念。面对帝王的威压，陆成影悄然握紧了我的手，十指相扣，传递着无声的力量。我深吸一口气，迎上辛蒂审视的目光，缓缓翻开那本绣样册。陛下，民妇不知什么金银宝藏，家母临终前只留下这本册子。若真有富可敌国的财宝，我娘何至于在后宅凄惨病死？辛蒂微微皱眉，接过册子翻阅，里面除了寻常花样，别无他物。突然，我脑中灵光一闪，想起了那枚一直带在身边的银顶针。母亲临终前死死攥着它，说收好。陛下，或许真正的宝藏并非金银。我拿起那枚有些年代的顶针，用力一拧，机关弹开，顶针竟然从中裂成两半，掉出一卷极薄的蚕丝帛书。辛蒂迫不及待地展开帛书，看清上面的内容后，他原本威严的脸上竟然浮现出极度震撼的神色。这帛书上记载的根本不是什么藏宝图，而是一份足以倾覆整个大魏江山的惊天图谱。辛蒂的手微微发抖，猛地抬眼死死盯住这东西，还有谁看过？除了陛下，再无他人。那帛书上是用引纹绣微缩的江南水利与农桑堪舆图。前朝皇室并未留下俗气的金银，而是将江南最核心的水利命脉、两种培育之法以及盐铁矿脉的分布秘密绣成图谱。得此图者，便掌握了天下钱粮的咽喉。难怪靖王如癫似狂，难怪辛蒂如此震撼，这才是叶家真正的底蕴。辛蒂长叹一声，将帛书贴身收好，神色复杂。叶氏一门果真忠烈，这天下大局，朕收下了。陆成影，你娶了一位奇女子啊！他没有再提什么宝藏，转身登车离去。圣驾浩浩荡荡地撤走，带走了所有风波和猜忌。我瘫软在陆成影怀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3个月后，江南叶家的老宅翻修完毕，我们准备动身前往江南定居，彻底远离京城的政治漩涡。就在出发前夜，吴妈在收拾陆成影的旧书箱时，突然惊呼一声，从一个极其隐蔽的夹层里翻出了一封带着干涸血迹的旧信件。信封上的落款竟然是早已死去的陆老将军。陆成影脸色骤变，颤抖着撕开了信封。我和陆成影立刻凑到书案前，那封信是陆老将军临终前的绝笔，信中字迹潦草，却字字精心。成影无儿，当你看到此信，为父已不在人世。当年叶棠助我运送机密，实则我早知他身份。他外祖一家蒙难，我拼死保下他，却无力护他周全。我与他定下你2人的娃娃亲，不仅是补偿，更是因为……我瞪大双眼，脑子嗡嗡作响。陆成影也满脸不可置信，原来当年外祖父家蒙难，陆老将军为了救下叶家最后这根独苗，暗中安排了一切。而陆成影与我之间根本不是什么荒诞的替价，而是老将军拼尽全力圆下的前缘宿命。原来我爹拼死也要定下这门婚事，是因为他一直都知道你是谁。冥冥之中，命运的丝线早将我们紧紧缠绕。这18年的苦难，替价的阴差阳错，最终都化作了此刻的宿命感。我扑进他怀里，泪水沾湿了他的衣襟。成影，我们去江南吧，去看真真正正的海棠花。好，我们回家。江南烟雨入画，我和陆成影带着刚满周岁的女儿阿南，终于站在了叶家100年祖宅的朱漆大门前。原以为是衣锦还乡，谁知大门紧闭。叶家旁支的二叔叶天带着一群手持棍棒的家丁堵在门口。拿了圣旨又怎样？叶家在江南的根基，是我叶天这10年打下来的。你一个从未在叶家待过1天的黄毛丫头，带着个瘸腿的退役武夫，也敢来接管这泼天富贵？周遭围满了看热闹的百姓，对着陆成影指指点点。我气得浑身发抖。这群吸血虫，霸占我娘的家业不说，还敢当众折辱成影。让开！怎么，你这废人还想动手？陆成影猛地抬腿，砰的一声巨响，2扇厚重的朱漆大门被硬生生踹得轰然倒塌。烟尘四起中，他犹如一尊杀神，将我护在身侧，踏着倒塌的门板昂首走入。可就在我们正式接手叶家账房的那天夜里，我翻开账本，却惊出了一身冷汗。叶家钱庄的库银竟然全是个空壳。不仅如此，叶天还以叶家的名义向江南的地下钱庄借了整整100万两的高利贷。明日就是还款之期，若是交不出银子，叶家这100年名门就要被彻底查封。第2天清晨，江南各大钱庄的债主气势汹汹地堵在了叶家大厅，拍着桌子逼债。陆夫人，今天若是拿不出银子，这叶家宅院和江南的72间商铺我们就全收了。叶天从后面走出来。刘静书，叶家家主可不是那么好当的，
只要你跪下来求我，把地契转到我名下，这笔烂账二叔就替你平了。做梦！就在局面剑拔弩张时，陆成影从后堂大步走出，几个暗卫抬着沉甸甸的红木箱子，砰地砸在桌上，箱盖弹开，里面竟是满满当当的金条。这是我在北疆缴获的敌军密库金条，以及我陆家全部的家底，足足30万两黄金，抵你们100万两白银，绰绰有余啊！陆成影声音如雷，震慑全场。债主们拿到金条，千恩万谢的退散。夜里，我看着空荡荡的库房，心疼的抱住陆成影。你把家底全掏空了，以后我们怎么过？千金散尽还复来。更何况，秦霄刚刚在叶天的密室里搜出了一样更有意思的东西，竟然是皇家暗记的兵符。这兵符是调动江南驻军的信物，叶天一个商人，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叶天背后有人，江南富庶，这块肥肉。京城里那位刚被贬的靖王，看来还没死心。果然，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叶天不仅是贪图家产，他更是靖王在江南敛财的白手套。我们顺藤摸瓜，用这枚兵符设下连环计。陆成影重拾将领本色，运筹帷幄，彻底查封了叶天暗中替靖王走私盐铁的地下黑市，将证据快马加鞭送往京城。新帝震怒，彻底将靖王一党在江南的残余势力连根拔起。叶天被押上囚车那天，满头乱发，形如恶鬼，再无往日的嚣张。江南叶家终于在这一刻干干净净地回到了我的手里。那些曾对我不屑一顾的掌柜们，此刻全都恭恭敬敬地低下了头。重整家业后，我重开了叶家绣坊，凭借母亲的尹文绣改良版，拿下了江南制造局的皇商名额。中秋佳节，生意红火，我看着满院的灯笼，靠在陆成影肩头，正想说句体己话，秦霄却浑身是血地撞开大门，凄厉地大喊：“将军，不好了！小姐，阿闹在灯会上被几个蒙面高手掳走了。”灯会上，几个蒙面高手盯上了阿难。我眼前一黑，险些晕厥。陆成影一把抱住我，双眼瞬间猩红，仿佛一头被激怒的狂狮。点齐府内所有暗卫，封锁江南水路要道，挖地3尺，也要把我女儿找回来。掳走阿难的是靖王流窜在外的死士，他们走投无路，想要用我的女儿换取同归于尽的筹码。废弃的古塔顶层，夜风呼啸，死士将刀架在阿难稚嫩的脖子上。我和陆成影赶到时，我的心都碎了。放我离开江南，否则我立刻杀了这小杂种。别碰他！陆成影没有废话，他丢掉剑鞘，他的腿疾早已痊愈。此刻的镇国大将军展现出了真正的修罗之怒，手起刀落，几名死士瞬间毙命。可就在陆成影抱起阿难的那一瞬，塔顶的暗处突然射出一支淬毒的冷箭，直奔他的后心。成影小心！我不知道哪来的速度，风了一般扑过去，用身体挡在了他身后。噗的一声，冷箭没入我的肩膀，剧痛袭来，我无力地瘫倒在他怀里，耳边是他撕心裂肺的呼喊：“静叔，你别吓我！”陆成影紧紧抱着我，浑身发抖。那个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铁血男人，此刻眼泪大滴大滴地砸在我的脸上。万幸，那一剑刺的不深，剑上的毒也是寻常毒药。大夫连夜施针灌药，终于把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清晨醒来，我看到陆成影眼下乌青，胡茬凌乱，依然死死握着我的手。见我睁眼，他猛地将我按进怀里，力道大的仿佛要将我揉碎进骨血。柳敬玄，以后不许你再替我挡剑，我的命硬得很，不需要你来豁出性命。他红着眼眶怒吼，却又低头深深吻住我，唇齿间全是劫后余生的万幸。这就是我们的双向奔赴。他不嫌我微贱，我不嫌他残疾，他护我脱离苦海，我意愿为他赴汤蹈火。休养数月后，叶家重回鼎盛，江南的春风再度拂过，我们一家3口坐在海棠花树下，享受着来之不易的岁月静好。